动，北漂搞音乐，它随垮掉而去。麻烦的哲学和肮脏的主义，他抗争抗自己。为自由工作，为创作自闭，继续点新意义。艺术在嘴里，出路在哪里？有个小城他回不去，生活它就这么继续，也许不太尽如人意，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，不必额外附赠些道理。生活它就这么继续，也许不太尽如人意，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，才好避免一些些刻意。我大小就生活在这里，二三里的书单不稀奇，长大没想过原来回不去，平淡里也有个我自己。上次猜错的最后一题是足球吗？This is the man who wanted to see you。这就是要见你的那个人。没错，然后你要注意“who”在这里的用法。我知道，who代替的是 man， 句子时态呢是过去式，所以主谓动词就应该是过去式。wanted， 嘿，走你。This is the man who wanted to see you. See you. 学习氛围不错啊，希望大家不是装样子。来，休息一会儿，把头抬起来。我说3件事。首先，咱们班的班长又为咱们争得了一次荣誉，花标荣获了市物理竞赛的第1名。花标，一会儿把这个奖状啊挂在光荣榜上。也是，咱们班班长啊拿这种好名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花标，来。谢谢孔老师。谢什么？你自己应得的。另外呢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能参加的比赛也没有几个了，顶多再帮你争取一次。其他同学也要有机会。钱，省着点花。那当然啊，还是谢谢孔老师。第2件事儿，黄登登，香港芭蕾舞团录取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也没看，是好是坏，调整好心态。黄登登，别拿着了，不敢看吧？管着你，我考不上你也去不了。不就这个吗？谁不会啊？啊！坐着聊，坐下。另外第3件事儿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别卖关子，赶紧说吧。那我就先说好消息啊，从今天之后，学校给大家放假3天。耶！安静。坏消息呢，就是3天之后，一模考试正式开始。学校为了想检验一下大家真实的水平，这样也给各位家长对于报考志愿能有一个参考，所以想提前对大家进行一模。大家这3天好好复习，积极应战，就这样。
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？那我们长话短说。哎，别，妈妈就想跟你多说2句。不差这1、2句，你好好保重身体。结婚前事儿肯定特别多。是谁给我儿子吃了蒙汗药，一下子变得这么懂事了？花球、糖盒、签字笔、别针、胸花、领结，应该就这些吧。去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吧？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好好学习，不是马上就要一模考试了吗？没事儿，我已经跟学校请过假了。等这次考完试之后，我就直接去日本。这次去日本，您跟那个叔叔说了吗？我去的话，他不介意吧？你是谁呀？你是我的儿子，还用得着跟他打招呼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完美的，你要先学会去接受他的不公，才能更珍惜他的美好。别谈了，难听死了！你这怎么了？是不是压力太大不舒服了啊？不舒服没事啊，没事你喊2声，喊2声。哦，对，那个你是想吃个梨呢，还是想吃个苹果？你是想吃个苹果呢，还是想吃个梨？弹一首曲子，烦不烦啊？我出去复习。别，你这出去复习哪有家里好？家里有吃有喝，还有人伺候。你要是真嫌他烦，马上去找他去，行吗？谈什么谈呀？您是不是觉得我要出去玩啊？轻练一下，看我回来有没有做完，行吗？不是，那个你要去那就去了，别回来太晚啊，别再碰上那个变态啊！哎呦，妈，再不高考我就要变态了。三彪，这题呢是选电极上的 CO 上发生化学反应，还是片刻后可观察滤纸的 B 点变红色啊？题目上说装置可以闭合了吗？闭合了。那2个都不对。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明白什么呀？不错，再好好想。忘不了那淡淡忧伤孤独中一个人度过，为了找到一个好朋友，走多远的路都没关系。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。年少都曾轻狂，谁没有泛滥的爱情？谁没有饥寒交迫的友情？真是我的知音啊！在这样的夜晚，除了零点月华的陪伴，还有谁能让你幸福安眠呢？你的小石头呢？绳子折了，我就放抽屉里了。可是奶奶说那是你的命根子，不能摘下来啊。她瞎说的。三彪，你说我们会幸福吗？必须幸福。小希，希望你比谁都要幸福。铅笔盒。哎呀，可我真忘记了。草稿纸。还没走啊？拿东西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别慌啊，仔细审题，遇到不会的你就先跳过去，不要跟一道题死较劲。出来以后呢，别跟他们对答案啊，影响明天心情。阿姨，这才刚1模，您别太紧张。我没紧张。妈啊，没忘带什么吧？哎呦，你好好看看呀。都带了，我看见了，快走吧。哦，好。哎，
别呀，来，热的来，加油啊！好好审题，别提前交卷啊！加油！啊，怎么这么难啊？老师，我交卷。就你事儿多，好好打题。时间到，考试结束。杨大奔，没事儿，一模都难。你觉得难吗？哎呀，我问你干嘛呀？你觉得难吗？你也难不到哪儿去。别问我。一点都不难，都不会。你瞪我啊？我肯定折了。李师傅，等会儿。那我妈让你带上飞机的。离起飞还有5小时呢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帮我向阿姨问好哈。嗯。祝阿姨新婚快乐。小希，下次去日本我带你一起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一个人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你路上慢点。同学们，这次一模考试考得很差，后天下午2点半，请各位同学的家长到学校里来，进行一模考试之后的家长1对1谈话。学校是不是有点病？哪来请假？进。方老师，今天我就没让奶奶过来。没问题，你不用谈，去吧。妈，妈，我肚子疼。你走这么快，你干嘛去？啊，考成那怂那样，你还有理了？啊，你考那分数还不够我给你们学校啊修厕所的零头。不是，你平时在学校干什么？我问你话呢。我考140也这样。你要觉得不值，你把厕所拆了去。你少废话，这都1毛了。1毛，什么1毛啊？你别给我丢人了。这次我必须得告诉你妈妈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又干嘛去啊？废话，我修厕所我得多去2趟。杨希妈妈今天没来，他们厂今天开大会，鲤鱼的情况吧，您一块说了。好，鲤鱼什么时候从日本回来啊？下周1就回来了。鲤鱼同学呢，这次考试的整体成绩还不错，问题还是在数学这儿。你看，
相对来说比其他科目稍微薄弱了一些。我建议啊，等他从日本回来之后，去找一趟数学老师，好好在2模之前突击一下数学。照他现在这个情况，想考北清的英语系，还是有些困难的。我一定带到啊。我们家小西情况怎么样啊？杨希同学是这样的，1模考试一般都会比较难。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。杨希同学最近表现都不错，这也是各位老师大家都有目共睹的。但是，就这次考试而言啊，他可能对这个题目的判断有一些偏差，所以整体成绩也不是很好。那孔老师，我不像他妈，那个脾气躁，您实话实说啊。好。那我们就从这个填报志愿上说，就现在这个成绩，想考一个普通的2本，还是有些困难。您的意思是，咱们2手准备嘛，就是2模之前，如果他成绩上去了，咱们就报好的学校；要是还是不行，作为家长来说，我建议啊，咱们也考虑一下大专院校。推荐。推荐。奶奶。您这春节没事寄这些点心干嘛呀？这修建人要不就是死了，要不然就找不到。我没寄，谁寄的？这点心不是您自个儿买的吗？你看，四川省广元市胡天泽收。胡天泽？胡天泽那是我表哥，早10年就死了。这还一个，四川省广元市史俊杰收。这史俊杰是您什么人啊？史俊杰。那是你表姑奶奶，去年给我打电话，她那个早20年就跟她大女儿去上海住。人家都搬走了，你还给人瞎寄东西干嘛呀？我没寄，谁寄的？你瞎寄的吧？得，这儿有一个咱们这儿的，东城区王连香，都不认识。这后边您写的吧？倩姐过年好。现在这样称呼您还早，我只是表达对小慧的喜欢。小慧在这边玩得很开心，帮我干了很多家务活，心灵手巧，人又善良。我老伴儿走就走，我们孤儿寡母能够有这样的儿媳进门，是我和俊生莫大的荣幸。今年过节就让小慧留在这儿吧，俊生也是这么想的。小慧。会是真好。现在住在我奶奶脑海里的人，到底是谁？
就这么着吧，上一垫底的吧。谁给你的权利决定的？啊？谁给你的权利决定的？行了，少说两句。这语文还考130呢，不是？啊？你往下看。杨希，爸不说过吗？做事情要持之以恒。你才努力几天啊？哎，行了，你别跟他说那么多大道理了。我把你哥给叫回来了啊！吃完饭让你哥把你这错题从头到尾全给你讲一遍，你重新做一遍。我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。你必须做。我不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不。你都干成这样了啊！你都干成这样了，妈，关你什么事？妈妈的怒气不能打击我，爸爸的叹息也不会瓦解我。毕竟没有谁能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决心。可惨遭重创的那一刻，我还是无法面对努力之后的失败。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带您去个地方好玩去啊。哪也没有我们广元好。我们广元一家挨一家，一户挨一户，那都是大宅子。你爷爷当年来提亲的时候，走了大半天，都没找着我们家。杨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杨希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帮帮我，我受不了我妈妈。奶奶，那个人问了我好多问题，还拿笔在我的头上敲。他要干什么呀？他呀，逗您玩呢，怕您闷，陪您聊聊天。你认识他？嗯，我哥们儿。我说呢，没事带我到医院里来聊什么天儿？这儿的来苏水湾呛得我头晕。那么回家，回家。18岁，没有生生死死，没有天崩地裂，可是命运向我们亮了黄牌，有谁能来帮帮我们？回来啦！哎呀，我不猜。什么呀？你别逗我，我现在心情不好。你之前不是说一直想要一个蝴蝶结草帽吗？
我在那边的商场逛了好几圈，也没看到合适的，所以就买了个蝴蝶结给你，可以别在上面。是不喜欢吗？没有，谢了。我听说了，没考好，又和阿姨吵架了。行了，别提了。小希，你一直学习都不好，也知道这是自己的命。可是孔晓军鼓励过你之后，你尝到了好好学习的甜头，不懈努力过。你只是第一次失败，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翻身了呢？你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完美的，你要先学会接受它的不公，才能更加珍惜它的美好。我说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完美的，但是只要有机会去改变它的不公，我们就绝不放弃。一套一套的，你去日本进修人生大道理了呀？我都说出来了，就承认吧。一帘幽梦是杨逍和美，这些话都是你教他说的吧？谢谢啊。咱俩有什么可谢的呀？我这不是怕你想不开吗？说的是这个。最后一道题答对了，我喜欢足球。我早该知道的。你小时候一直都喜欢的是足球。今天的比赛，特尼亚队的确是非常不错的，刚才是16号。别看了，陪我玩会儿。这可是电视里第一次转播足球赛，一点儿也不好看。打篮球才好看呢，足球可是英雄的运动。我不管，我以后要嫁给打篮球的人。不过这个足球不是我送的，不是你送的，但我知道是谁送的。黄登登，我是孔老师，选拔考试结束了吗？马上要去呢。好好考试，千万不要紧张。我就打电话来问问你情况。学校发的卷子，老师都给你留着呢。谢谢孔老师，那给鲤鱼吧，回头我去他家拿。哎呀，那鲤鱼他现在有麻烦了，他妈妈要再婚，1个礼拜没来上学了。喂，登登。妈，你去干嘛呢？马上就要上场了，咱们能不能先回 ？Next student。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吗？黄登登，咱们叫你上场了，快，没事，妈在这儿不怕啊！快去，加油！加油！你会喜欢我吗？哎，都这个时候，你能不能别说这个了？我好歹是个病号啊，扶一下。一起走吧。对不起。
终于可以共享小秘密了。行，快上去吧，都等你呢。杨希，你不是去什么香港参加芭蕾舞选拔了吗？比完了，刚下飞机。李玉家现在谁也进不去，你走吧。我找你。你还行吗？不是，你非要跟我比跑步干嘛呀？我就是好长时间不练，你也比不过我呀。我练了10年芭蕾，受的苦不比你少。我们坐下说行吗？不行，今天你跑多少圈，我就跑多少圈。我就跑到这儿了。我刚才比你多跑10米。你随吧，你随吧。就算我比你多跑10米，就算我数学比你好，就算我比你长得漂亮那么一点点，就算我比你能歌善舞那么一点，可是李鱼还是不喜欢我。你哪儿都比我好，哪儿都比我行，但是别再跟我比了，行吗？我和李玉是发小。你们俩呀，要真只是发小、青梅竹马就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以后可别再跟我说什么你们俩一起长大，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你跟李玉在一起的时间长，我承认。但是我喜欢他，我眼里只有他。所以你可能知道他的生活习惯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杨希，你真觉得李玉对你只是发小的感觉？不仅仅是发小，你早就知道对不对？我们还是亲人。那你呢？你对他呢？亲人啊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黄登登，李鱼喜欢的是篮球吗？这个时候怎么来问我来了？因为你比我更了解现在的李鱼。足球，他一直喜欢的是足球，不仅仅是现在。送你足球的就只有他了。孔老师，你可一定得帮我劝劝这孩子。你说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，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？如果说无功而返吧，也就算了，关键是这成绩考得这么好，这说不去就不去了。我跟他爸呀，都劝了他好几天了。这孩子的脾气是死倔死倔的，这拉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你看，香港芭蕾舞团呢，已经给了承诺。说现在去啊，就不用再参加高考了，而且这文化课到那边啊一起培养，这多好的机会！你可这孩子啊，非要留下来参加高考。哎呦，这第一次模拟考试就这分数，这别到头来弄个鸡飞蛋打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妈，我会去的，我一定会去香港芭蕾舞团的，明年好不好？邓邓啊，妈妈真的是不理解了，你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，就是为了留下来跟同学们参加这次高考吗？下面几个月的时间，又要拼死拼活的去努力，你是图什么呀？我就想好好上完高3，和同学们一起参加高考。我舍不得他们。那我就更不明白了。你既然都已经有这个想法了，还要参加这次选拔考试吗？
啊，考了第一又不要了？你对得起你这么多年的付出吗？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今年拿到第一，我明年肯定还拿第一名。我都已经跳了这么多年了，芭蕾它已经长在我身上了，它离不开的。可是同学不一样，老师不一样，他不一样。又是那个鲤鱼。妈，其实我原来只把芭蕾当做我一个特长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是什么样的。直到有一节高2语文课，当我们对一个理想羞于启齿的时候，它一定是珍贵的，但也一定是渺小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拼尽全力想要实现的伟大理想不配被说出口。梦想无论怎么模糊，它始终潜伏在我们心底，使我们的心境得不到宁静，直到梦想成真。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家。妈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成为香港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。但是现在，我想和鲤鱼和全班同学一起参加高考。我想，这可能是我和他一起经历的最后一件事了。妈，总有一天，我们都会如愿以偿。大人们说，18岁我们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可是我们却因为喜欢一个人和被一个人喜欢，知道了他是谁，我是谁，我们是谁。你们俩呀，要真只是发小、青梅竹马就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杨希，你真觉得鲤鱼对你只是发小的感觉？杨希，你干嘛来了？路过。是谁告诉了你那些将被永远埋藏的青春秘密？留下秘密，感谢他。脚踏车排成一队，操场的蝴蝶在飞，好笑的外号是在叫谁？黑板的题没做对，课本也忘过几回，那时算不算荒废？窗外小小的栀子花盛开枯萎，长大以后我们又经过几回，笑着说当时谁和谁是一对，看着时光它就这样弹指一挥，有没有学会珍惜和纯粹？
会。窗外小小的栀子花盛开枯萎，长大以后我们又经过几回，笑着说当时谁和谁是一对。那点时光它就这样一去不回，少